格真皇，你反对库里格大会犯下的滔天罪行，按照我们草原上的规矩，应当被灭族。但青阳大军宽厚仁义，投降免死。要我下跪为奴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真言男儿，死不下跪，誓不为奴。杀！别跑散了！司马，司马，你的刀带了吗？司马，如果遇到青阳人，就自己了断。我们真言部的女儿不能落进豺狼手里被侮辱。一会儿我们分开走，你自己往北去。遇到青阳人，就把这个给他们看，说你要见九王，他们带你去见九王，就会有赏赐。别害怕，九王会对你好的。他们青阳的恶狼，怎么可能对我们真眼人好？别问为什么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不走，我要和你们一起，我要保护你们。母妈！看到了吗，阿苏拉？好好活下去，因为已经有太多人为你而死了。走，走，走。
世子别怕，世子，我们已经在回北都城的路上了。世子，你真实的身世，想必真言可汗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吧？我是从草原上捡来的孤儿，是真言可汗的样子。他这么说，未尝不是一种善意，因为那真相对一个孩子来说太难接受了。你听我说，你是青阳大军吕松的儿子，你的母亲是朔北部可汗楼延蒙了火儿的女儿，尊贵的青阳侧胭脂。你出生的时候，天有异象。太阴县世，胭脂怀的是灭世的灾星啊！灾星不除，暴雪不止，请大军将灾星祭天，一指天怒！灾星祭天，一指天怒！灾星祭天，一指天怒！快进去！胭脂，你再使把劲儿，使劲儿啊！使劲儿！胭脂，使劲儿！胭脂，你再使把劲儿，再使劲儿啊！胭脂。表哥，让我带兵出城去，和他们谈谈。龙哥真皇，你的刀是草原上最利的刀，但不是所有事情都像绳结可以一刀两断。你也听信那些无知妄人的话，相信自己的亲生骨肉是魔鬼？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话。你听我的，帮我做件事。大军，怎样？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心跳了。乐魔，这个孩子是天神没有给我们，天神要把他带走。不，你们要杀了他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杀了他。乐魔，乐魔，你疯了吗？他是我的孩子，不是魔鬼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没有人可以把他从我怀里抱走。乐魔，你生下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我要给我的孩子喂口奶。愿你来世不要生在帝王家，我们母子天上见。乐魔，胭脂，乐魔，胭脂，乐魔，乐魔，乐魔。
大军把你送到真言部去抚养，可是人的身世是不能改变的。按照咱们草原上幼子守夜的规矩，你就是青阳的世子，是未来要继承整个草原的人。不可能，青阳部是草原的恶狼，就是他们派人灭掉我们真言。倩姐姐和苏妈，他们在哪儿？世子，你和他们不是一类人。龙哥沁死了，宋麻也已经是奴隶。世子，停车！世子，世子，苏妈，世子，世子，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被灭了族的奴隶罢了。把世子带上车。是。王爷，这些都是世子从小一块玩到大的玩伴呢。世子，要记住，真言已被灭族，青阳才是你的家。苏妈，别担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拜见大军，承蒙大军托付，得胜而归。这便是逆贼龙哥真皇的刀。凯旋归来的英雄，你才是今天的主人。阿苏勒呢？有请世子。大军，他可能在战场上受到了惊吓，还没恢复过来。会被战场吓着的孩子，那是懦夫。你认识我吗？我是你阿爸，青阳的大军。你不是我阿爸，我是真言的阿苏勒，是龙哥真皇的儿子。哼，看来真是给吓着了。大军，大军，今天是九王凯旋归来的好日子，又有了那么多的奴隶，灭真言部各家都有出力，也都有损伤，
是不是趁着这个好日子，把这些奴隶分给各家，让我们也沾沾这凯旋的喜气吧？把奴隶们平分了。多谢大军，奴隶是我们家的，可抢我们家奴隶！苏玛不是奴隶，脸上有烙印的，不是奴隶就是畜生。苏玛不是奴隶，他们都不是奴隶。把他给我拉开！想杀青阳大军，死罪！你这么做是想救那些奴隶吗？你是我儿子青阳的世子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就能把这些奴隶都给了你。你心里就没有把我当你的阿爸，是吗？我是直言部的阿苏勒，是龙哥真皇的儿子。你想要这些奴隶，我都给了你，但是你要像奴隶一样活着，这是你不愿当我的儿子，要当龙哥真皇儿子的代价。男儿腰间没有刀，你什么事都干不成，更别说你还想保护别人。这是龙哥真皇的刀，拿起它，当你的奴隶王。好样的，孩子！在北都城敢这么跟大军说话的人，就属你和我了。敬酒王，来敬酒啊！敬酒王，敬酒王！酒王，大军，今日九王完成大业，凯旋而归，库里格大会的叛徒真言部也被肃清，真是我们庆阳部的大好日子。咱们怕是应该商议着立一位世子了吧？啊，世子，幼子守夜，祖上的规矩。阿苏勒不是回来了吗？他就是世子。可是大军，您刚刚才将他贬为奴隶的首领。他年纪还小，不懂规矩，给他点教训，将来他就知道自己什么身份了。他是我的小儿子，我青阳部堂堂正正的小豹子。大军，还有一事。阿苏勒出生时命犯灾星，他是太阴转世的事情，至今还在草原上流传。而且世子体弱多病，大夫都说他是早夭之相，恐怕活不到继承青阳部的那天喽。看来你们不是随便说说，今天是有备而来啊！
我知道你们在替谁争。你们都希望自己支持的王子能够立为世子，将来执掌青阳部。5个儿子，立这个儿子，那个儿子的势力就会发难。豹子们要是争斗起来，终究会成为秃鹫的食物。我再说一遍，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幼子守业。阿苏勒有没有命执掌青阳部？盘达天神自会指引。他是我的小儿子，他就是世子。只要他活着，你们谁都别争。这就是咱们的世子啊，看起来比杨高还弱。哎呀，他算是哪门子世子啊？他是灾星，他一出生啊，他身边的人都被咒死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赶紧走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他刚出生的时候啊，就把他母亲害死了。哎，对，什么世子，就是个灾星。以后看到他，离他远点。可不是嘛，谁沾边谁遭殃。就是，哎，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，你敢打我？你这个臭小家伙，不准打我！你们闹够了没有？要不要我把大军给请来呀？啊！行了，走。我青阳部的图腾啊，是长着剑齿的豹子，在这北都城里，这个豹尾只有2个人可以戴。我，世子。我青阳部自古以来的规矩就是幼子守业。你是我最小的儿子，就是草原未来的大军。龙哥真皇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为什么给你起名为阿苏勒？阿苏勒，在我们青阳的古语里，意为长生。阿爸希望你能长命100岁，将来你能统治这片草原，长治久安。如果你还有这个理想，不要拒绝权柄。逆贼的葬礼。他是逆贼，还是我表弟？他叫我哥，我来送他，谁敢说不？龙哥真皇到底为什么会叛乱？他抢了附近部落的草场，乱了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可他那么忠诚，还替你抚养了儿子。我是大军，我是这个草原最该守规矩的。我要是乱了规矩，那草原就乱了。那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吗？我给了，我让额鲁给他带话，只要他屈服，我就能让他活命。你是了解他的，他那样的男人，让他屈服，他不如去死。沙汗，你知道草原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你杀我，我杀你吗？太穷了。
吃不饱啊！要是人人都能吃饱，也许这草原上就会少了很多你杀我，我杀你的事情。可草原上就是这么穷，你吃饱了，他就吃不饱，冬天了，牛羊都会饿死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土地肥沃，麦子堆得比山还高，终年都不下雪。草原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？东路，可东路和我们隔着海呀。隔海怕什么？我们渡海过去。沙罕，你说我要能从东路搞来粮食，暂缓饥荒，那这草原上是不是会少了很多战争？我需要一个人替我去东路。沙罕，你是我最相信的朋友，也是草原上最聪明的人。我相信只有你才能说服那些狡猾的东路人。愿不愿意做我的使者，去东路？在北都城里，我还有一个放心不下的人。一个酒鬼死在雪地里都没人收尸的人，你还有放心不下的人？我担心的是阿苏勒，他分明没有做大军的命，却不得不背负着世子的头衔。你的好儿子们都已经开始惦记你的权柄了。我把世子的头衔给了他，今后看他自己的造化。他哥哥们都是豺狼，大军把羊羔扔到狼窝里，却说要看他自己的造化。羊要活命就要变成狼。这里是草原，可在草原上，要有战胜狼的本领。你挑2个勇敢的孩子给他做伴当，再找个名头响亮的武士给他当老师，这是我的条件。有人说天地广阔，可男儿能容身之处不过3尺刀背之后。刀术就是杀人术，学刀就是学杀人。我想问问世子，为何来学刀？当时真言不被灭族的时候，要是我的手力气握起刀，那亲姐姐可能就不会死。你是为了救人而学刀？是。铁言铁叶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青阳世子的伴当，你们也要用你们的血来报答主子的恩情。铁言铁叶，一日侍奉主子，一生侍奉主子。主子的命就是我们的命。同生同死。起来，站起来！已经很久没来了。世子回来了。是那个
从真言部回来的孩子吗？是的，殿下。带他来见我。殿下，请恕穆离不敢，让大军知道了，这是死罪。你不必多虑，我就是想见见他，不会对他不利的。八呆，八呆，回来，回来！八呆，八呆，八呆。这是你的小东西吗？八呆，谢谢爷爷。他叫八呆，是我养的小飞鼠。你叫我爷爷？嗯。爷爷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北都城有这样的地方。这叫地牢，在北都城有很多这样的地方，这里关的都是犯过错的人。那爷爷您犯了什么错？我很多事得罪了大军。哦，对了，你到这里来见我，千万不能告诉大军呐。好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苏勒。阿苏勒，长生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好啊！既然来了，坐会儿，给我多说会儿话啊。好。这么瘦弱的孩子，不应该生在帝王之家，在这虎狼之地。你是很难活下去的。他们所有人都是这么跟我说的。那你就不怕吗？我听人说我生下来就没有心跳，可能天生就是个死人，所以没什么好怕的。没有心跳的死人，有意思。不过，我听说穆离将军在教你刀术，那你学刀术做什么？我现在是真言部的头人，我学刀术是想保护他们。可刀是用来杀人的，不是用来救人的。穆离将军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真是个奇怪的孩子。既然你怀着这样的心思，那我就有件礼物要送给你，它叫大劈之刀。10万担粮食，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小的付出。夏唐国对我青阳部如此慷慨，不知我青阳部能给夏唐国什么帮助啊？大军英明，我国亦有求于大军，求青阳部2件绝世珍宝。我青阳只是草原上一个部落，又有什么绝世珍宝？大军，我国要求的第1件珍宝是青阳部的虎豹旗。
俗话说，北人乘马，南人操舟。东路素来缺少名马和旌旗，下堂渴求骑兵已久。我们国主想请青阳部调遣5000虎豹骑，暂居南怀城，以助下堂军事。那第2件呢？想问大军，求一位王子。我的儿子。魏正盟好，下堂愿意把一位郡主嫁给青阳的一位王子，并请王子驾临敝国。敝国将教这位王子东路最完备的军政知识，将他培养成大军最出色的左右手。夏唐国的意思是我们兄弟当中有一人要去做人质，不是人质，是贵宾。我国国主还会把自己的独生爱女嫁给这位王子，也就是说，他将会是夏唐国唯一的驸马。待学成之后，夏唐国愿以黄金1000斤、鱼鳞钢10万斤、大船50艘作为嫁妆，送郡主夫妇返回北都。我们国主相信，有这位王子在，盟约定能维系100年。再过几日，兽群会路过我北都城，是狩猎的好日子。我请将军与我们一起去火雷原狩猎。到了那里，或许将军能看到，谁是我们青阳部未来的雄鹰。狐狸们足足用了20几日，才把这些猎物赶到了一起。一次盛大的狩猎，收获的猎物也只够我北都城的冬天1成的口粮。久闻青阳狩猎场面宏大，但亲眼见到，还是远胜于耳闻。拓跋将军，你可知道我青阳的猎场为何是在这个地方？请大军明示。这个地方以前是战场，当年我的父王钦达汗王就是在这里击败了风炎皇帝。从此你们东路的兵马再未踏上过我青阳的土地。每到这个季节啊，我北都城的男儿就要在此狩猎，以示不忘我祖先的勇武。击鼓传令，就地扎营。是。走。狼群来了！豺狼来了！狼群来了！狼群来了！狼群来了！
要干什么？我手里有刀，我可以保护你。阿苏勒！开城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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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按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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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样？大军，世子的病，只怕是血绝。血绝？血绝的病人，天生阴虚至极，仿佛一生下来，上天就夺走了他全部阳气。一个只凭阴气支撑的人，恕我直言，几乎可以说，他一生下来就是个死者。请你救救我的儿子，你若能治好他的病，只要我青阳部有的任你所举。大军，大军，血绝是血症中的绝症。医书上曾经记载，浮生不过刹那，命归万古清尘。这病无论走遍天下，无人可治，无药可医。陆子瑜愧对大军的信任，就此告辞。世子怎么样了？传我的令，谁要能治好阿苏勒，外族人，我赏他黄金100斤，封他2000户奴隶；青阳部的人，我许他开辟自己的草场，当一部之主。是。是你，你才是阿苏勒真正的刀术老师。我亲眼看见他一刀劈死了一只白狼。那是杀神的刀术，居然用它来斩狼。不过他小小的年纪，竟然用此杀死了一条白狼，这说明他很可能继承我帕苏尔家族的血液。我只要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平平安安的长大，我不希望他成为你这样的东西。你不希望没用，因为在他的身上早已经流淌着我尊贵的青铜之血。那是魔鬼之血，你听着，我绝不会让魔鬼从我的手里把阿苏勒夺走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和命运为敌。看看我，看看你的父亲吧。
个月了，阿苏勒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。萨满的秘术也不过是暂时延长他的寿命，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该做好准备了？谁也不希望看到那一天。启禀大军，什么事？刚个奴隶来报，说看见世子出城了。沃勒尔，你看，有幸能见到草原上的主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身份？我还知道，您是侍奉盘达天神的萨满青阳大和萨。沙汉，朝德拉吉，相逢是幸。我们是方外之人，世子的病情应该有办法可治。血绝之症靠草药也无法医治。你知道血绝之症？血绝之症确实是绝症，但世子看起来只是像是血绝之症而已。大军不必担忧。那你说，他究竟得的什么病？那是因为他祖先神圣的血脉，每隔几十年就会为吕氏帕苏尔家族带来强健如武神般的孩子。这是我们家族的秘密。这世间的秘密到最后永远都不是秘密。当然，我也是偶然知道的。世子眼下的状况，就是因为他继承了那强大的血统而又不完整。如果让一个孩子非要继承一个强大的血统，那只会危及自身。我倒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救世子一命，但不得不压制这世子身体里那强劲的血脉。你要是能治好他的病，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四方上下，天地穹隆，寂灭不尽，生生不息。那是秘仪之境，空虚之阵。那是秘仪之境，空虚之阵，无上下左右前后，没有时间的变化，大地一望无际。这样的境对于人类来说，你再怎么奔跑，也没有边缘。即使是秘仪之境，那也是虚妄。它只要不侵入你的心，便杀不死你。总有一天，你会遇见这样的事。到时候能救你的只有你的心和刀。心如石镜，刀如虎踞，
二者皆不可轻动。你需要我救你于毁灭否？你可要我救你于毁灭否？阿苏勒，阿苏勒，阿爸，所幸没有辜负了大军的期望。只不过这种秘术只能暂时压制住世子心中那强大的血脉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24岁仍然是他的大劫。若到了那个时候，还没有治本的方法，世子的性命也还是堪忧的。我的孩子，你的魂将永远不朽，你将永远行走在天空上，与星辰同命。我的代价就是我学生的生命。我这么做并非对大军有所求，而是和世子有缘。愿大军福寿连绵，永镇草原。告辞了。大军到！阿爸，醒了就好。觉得怎么样？感觉好像做了场梦。昏迷了足足1个月，阿爸都快无望了。好在盘达天神把你又还给了阿爸。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，阿爸希望你是一个英武不凡之人，因为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接掌青阳部。可当阿爸看到你的时候，阿爸高兴的是，你长得像你阿妈。从来没听阿爸说起过阿妈。你要记住啊，心里头你最想着谁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那会是你的弱点。软肋。禀报大军，拓跋将军在外面求见。拓跋将军，大军，有什么事吗？谨代表我国国主，求青阳部世子为结盟之宾。大军，微臣曾听说过一个传闻，说吕氏帕索尔家是青铜之血的家族，每隔数代都会生出天赋绝顶的武士。他们挥刀的时候，
仿佛是天神的手在帮他们回刀。青铜之血，那都是牧人间的传闻罢了。一刀之中能杀死白狼的，就连我也做不到，岂不正是天神的手在帮世子回刀吗？大军，恕微臣直言，我们不能等太久。这个冬天太冷，没有足够的粮食，一定会饿死很多人的。拓跋将军，你是在用粮食要挟我吗？微臣只是说出了实情。其实大军很关心世子。大军，夏唐愿倾一国之力培养世子，世子跟夏唐结亲，就是背靠南北两大强国。待世子再次马踏汉州之时，整个夏唐都会是世子的后盾。多勒尔，大军，这事儿不能答应啊！阿苏勒的身体怎么能去当质子呢？这不关你事。阿苏勒是世子，世子是未来的大军。夏唐国离北都城千里之遥，阿苏勒的身体刚有好转，你要让他死在路上吗？沙汗，我答应过拓跋将军，他选中谁就是谁。我说的话能改吗？阿爸，我愿意去。哎，阿苏勒，你傻了吗？你是世子，就要留在北都城，就该是你继承青阳部。大和尚，我想帮青阳做点事。当年我和你表叔龙哥真皇，经常来这儿钓鱼。他钓鱼的本事比我强，收获总是比我多。我知道阿爸每年都会来这里祭拜，可还是阿爸灭了真言部。有些事啊，现在跟你讲，你也不会懂。等你自己经历的事情多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东路有天下最好的大夫。是，阿爸。我听说东路有种秘术，专用人的名字起咒。到了东路，阿苏勒的名字就不要用了。我给你起了一个东路名字，吕归尘，万物归尘，概莫能外。吕归尘，儿子记住了。这一走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。没什么想对我说的，我倒有件事要问问你。从真言部回来的那一天，你用刀指着我，是真想杀了我？是。如果我不那么做，我对不起真言阿爸。傻孩子，对得起自己就好了。这世上哪有人能对得起那么多人？来，我给你那把隐月做了一把新刀鞘，我是要你记住，刀术虽是杀人术，可刀鞘是人心。有刀鞘的刀，才能保持锋利。谢谢阿爸。男人的告别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明日我不送你了。
神选中的孩子，我们还会相逢的。天色已晚，委屈世子和王爷在这峡谷中扎营，休息一晚。前方不远处应该有个市镇，将军为何要在此扎营呢？实不相瞒，前方就是毕国和黎国的边境。夏唐和黎国常年在边境交锋，黎国的游击军队偶尔出没，横行劫掠。世子身份贵重，恐有差池，是以不敢居住在镇上，以防黎国人偷袭。这个峡谷乃是个风口，世子和王爷可以安心歇息。就地结营，3班驻守，小心生火，巡查峡谷前后，以防野兽靠近。是。这是路过上个镇子的时候，我让铁爷专门去买的。他们东路人手艺比我们草原精巧，有了这个，你就不用再炖水梳头了。苏曼，有没有人跟你说，你是我们草原最好看的姑娘？反正丹湖告诉我，说虽然我是世子，可我的帐篷里边，他没有一样能看上的东西，除了你。他们都说南怀城有好看的姑娘，
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郡主好不好看跟我也没关系。我这身子结亲了，不就害了郡主吗？我当时就应该让阿爸给我一群羊，我骑着马带着羊群去没人的地方生活。肯定带上你。阿苏勒，苏玛，出马！你没事吧？世子，你们是谁？世子不该南来，应该去天上。你先走。呀！斩铁剑。
世子，把世子带走。世子，世子，带走。